闵行文化公园了啊！你看这个紫藤花，水面上的应该是睡莲吧。我现在面对的这个蓝色的建筑物啊，走过一座花桥啊，这是年轻人在团建吗？我的后面呢就是闵行博物馆。大家好，现在呢我骑行在都市路上，前方呢就是新庄地铁站。这条路啊非常的舒服，但是我只是借一条道啊，马上呢就要转到左侧民都路上面。最终呢我要找到水清路向北骑行，再去探访一下闵行文化公园。就是那次我从耶鲁径那个华法寺那边回来路上下雨错过的那个公园。今天呢我打算再去寻访一番。现在呢骑过都市路，走在民都路上，这边呢也有一个文化广场，叫闵行春生文化广场。这边呢其实还有一个图书馆，还有一个新庄的中心公园，右侧呢是一个大的现在呢转入闵城路，前方呢是新珠路，那边呢要去过一条隧道。我看前方啊，新庄地铁站这些大楼呢都已经建得差不多了。据说这边呢要建一个客运站，就是火车站啊，而且应该说这2年就能搞好。以后呢从新庄这边也可以坐客运列车呢去到一些城市，比方说杭州之类，就不需要再跑去南站了啊。对这边的人呢带来了一些方便。转入新建东路。其实我的左侧这一片新庄的公园也非常的漂亮。当然现在樱花已经开过了，否则这边也有一片非常漂亮的樱花林。现在骑过富民路，前方的就是水清路，这是新庄后来北行的几条路之一。闵行文化公园呢，离我住所大概也就10来公里，但我一次都没去过。但是在它前面的有一个闵行体育公园呢，以前到里面去逛过。现在骑过布袋路这边呢已经看到很多公园了。右侧呢是闵行区全民健身中心在前面呢是体育公园，有不少的体育场馆。其实这里面呢是一个很大的公园，有湖、有河、有桥，更多呢是绿地。这边呢就是闵行区的体育公园，上面有乒乓房之类的。这个右侧呢就是闵行体育公园的大门了。没一会儿呢，已经来到了七宝老镇了。
我的左侧呢就是七宝老镇的非常漂亮的牌楼，前方呢是七宝教室，前几天刚刚去过。这边呢有一条叫富强路的，我就转进来，在这条林荫小路上骑行一段。现在在漕宝路右转，看到前面 S20呢，我就发现我骑过了头了。这里呢就是闵行文化公园了，非常大的一块地方。今天呢，我是有备而来，专门弄了一个车锁，把它锁住，防君子不防小人。我看大家都把车停在这边。从这边呢，我准备进到闵行文化公园里面去转转。那么大个公园，我还是第一次来。先来看看这个闵行文化公园的一个介绍，非常大的一个公园。紧靠着外环，北边呢到了杭南路中间有个吴中路穿过，左手边呢就是新郑路，这边呢漕宝路，分了4期才完工，到了2019年呢第4期完工以后整体对外开放。公园呢是以玉兰为特色，是上海市种植玉兰面积最大、数量最多的玉兰专类园，是一个特色的公园，到里面去走走吧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呢我已经在闵行文化公园里面了。今天呢是我第一次骑着小单车，把这个小单车呢锁在公园门口，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在里面来从容的逛一逛。但是我看这个公园很大呀，未必能够逛得完呢。只是到这边来打卡，知道一下这个公园大概长什么样。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，还是可以再来。今天人并不是很多，主要都是一些老人家、家长带着孩子在这边玩耍。金门呢，就有一个非常空旷的广场。广场边上呢也有一些花架，顺便可以遮阴。这个广场就叫市民广场。有人在这边放风筝，陪着小孩在玩。我们来看一看吧。看到这个花架有一些紫藤，很漂亮。你看这个紫藤花。其实闵行专门有个紫藤公园还没有时间去，下次可以去逛逛。那里边呢遍植各种各样的紫藤。这有个雕塑挺好玩啊，一匹马上面站了一个公鸡。这有一个什么样的寓意，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成语呢？
边呢有一条河还蛮宽的，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呢。河上呢架了一座桥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公园分为这个河的南北吧。我身后的一座桥啊，横跨着河的两岸，也就连通着公园的两边。看得出来啊，这个公园的占地面积非常之大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回到桥上，走到对面去看一看。走在桥上看这个河浜啊，感觉更好一些。大草坪上有新娘子在这边拍结婚照。看哪里在骑啊？你看啊，这个草坪呢都拿绳子拦着。看到这个松树上面应该有鸟窝，听到这个鸟在扑通扑通的响啊。这里呢有一片水域啊，被那些分割成一个一个的莲花小池。没到盛夏的时候啊，这莲花还没有开放。对面呢有一个蓝色的建筑物，很漂亮啊，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博物馆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？这个莲花池里面虽然莲花并不很多，但是呢已经冒出了一些黄色的花蕾了。旁边呢是一处湿地啊，
有一些水生的植物在水里面。这些浮在水面上的应该是睡莲吧，只有一朵莲花。小孩子在这边尽情的玩耍。到处都有人在那里拍抖音。我现在面对的这个蓝色的建筑物啊，是一个西式的独立屋的这种款式啊。其实在加拿大在美国应该到处都是，但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。等一会儿从前面这个桥上面呢，可以走过去看一看。我已经在这个公园里面啊转了一阵子了，比我想象的要大，一个超级大公园。这里面呢真的是绿化非常好，看得出来也用心的做了一些设计啊，而且努力呢做了一些现代的元素，并不是中国那种传统的园林，但是呢一样有水有桥，还是非常开阔的一片地方。更重要的呢就是有大片的森林和绿地，相信谁到这边来都会在这边感叹一下自然之美，心情呢得到放松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再去别的地方走走。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我看到太阳已经有点西沉的感觉了。走过一座花桥啊，继续在公园里面闲逛。可能季节不对啊，我没有看到玉兰花，倒是看到了这一蓬蓬的山樱花。我已经转到了这个蓝房子的正面了，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所在呢？汇英 Brew House。你看看这些花多么的漂亮！这些低耳的灌木丛啊，也是开着非常漂亮的花儿。这个河里还是湖里啊，有很多的水生植物啊，还有很多树呢，干脆就种在水里。这个文化公园还有一个电子的报警系统。
走到这边呢，就豁然开朗了。原来这个公园的主湖啊，最大的一片水域呢，在这里。刚才我们看到的汇英蓝屋啊，是一个基金会啊和上海慈善基金会的一个项目，就是用音乐主题关自闭症、阿尔茨海默症、抑郁症等心智障碍的群体这样的一个公益性的服务平台啊。误会了，它不是一个艺术馆，但是也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。闵行博物馆呢是在我的左侧，但是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大湖，这边人更多，用了很多色彩斑斓的马的造型，围着这个湖还是蛮有寓意的。对面呢就是一整排的现代的建筑。这是年轻人在团建吗？玩得可开心了。湖的马路旁边呢，一整片的绿色的草坪啊，这非常有感觉，感觉身处英伦某处的 countryside。这就是一整片的大草坪，和草坪相对的呢，就是对面这个湖。虽然明显就是一个人工湖啊，但是有这么一个湖，应该感觉是相当不错的。前方呢，应该就是虹桥、枢纽啊这部分的商务地带了。你看一个飞机啊，就在这个房子的顶上飞过，非常大的一个东航的飞机。非常大手笔的一个公园，也代表着当地的经济的实力。但是呢，内容还稍稍显得有些简单，应该有更多的项目可以让大家来活动才好。现在呢，我就在湖边慢慢的散步啊，沐浴着即将下山的夕阳。这里有个碑啊，写着一马当先，万马奔腾，总之都是有马的那些成语啊。这边的桥呢，实际上是有两边啊，弧形很讨喜的两座桥合成的这么一个步道。我们在桥上来看一看啊，这个湖岸，大片的草坪，一直延伸到湖边，正对着呢就是闵行博物馆，看看能不能走过去。这边呢写着七宝镇爱博健康步道啊，它也介绍了一下这个镇的面积呢有19.62平方公里，有5个行政村，57个居委会，常住人口大概是27万。因为在七宝镇，所以这个公园呢应该就是他们的名片啊。
这边呢是实行24小时开放，从4月1号开始，就从这个月开始。这边呢，前方应该就是走向闵行博物馆，但是很有意思的是，这个边上有一个上海市闵行婚姻登记中心，专门做了一个很漂亮的，你看供新人拍照的地方，确实环境够美了。你看啊，这个婚姻登记中心边上呢，有一些漂亮的花门，还有很多祝愿新人的一些挂件啊，还是不错的。拍照的，还有灯的，还有那个还有像冰淇淋。对，他不是说卖冰淇淋的，他就是他啥有的呢？对呀，我馋的。看到我的左手边呢，就是文化公园的很大的公园的名称啊。这边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湖。这个湖里头还可以租用这种小游艇，购票需付100元，船票是80，押金20。有意思的是，支付宝可以，微信不行。前方呢就是闵行博物馆，主题呢是与城市文化融合，与自然共生。首先看到的呢是海派艺术馆，今日海上，上海艺术家的工作室。你好，我们已经闭馆了。已经闭馆了。OK。来的有点不巧啊，时间已经到了闭馆的时候了，但是没关系啊，知道这个地方我们以后可以再来。谢谢你啊。没事，您瞧瞧。谢谢，耽误您时间了啊。没有。好，可以吗？谢谢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被一个人叫住啊，帮人家拍了几张照，想来也都是爱艺术的人啊。现在我眼前的呢就是闵行博物馆，相信呢应该也到了闭馆的时间了，但今天就来认认路而已。这里呢应该就是博物馆的正门进入的地方，看到写的5个大字香玉海昏侯啊，这是中国在南昌那边出土的一位以前当过几天皇帝的，但是他的陪葬的文物啊特别丰富，所以这个地方以后也值得来看一看。我的后面呢就是闵行博物馆的入口，但是它的前面种了很多的漂亮的花卉。你看这些花卉
特地精心挑选的吧。这个就是闵行博物馆的全貌。在这样一个公园里面，一片漂亮的湖滨，有这样的博物馆，边上呢还有艺术馆。我看到还有哪里写的音乐广场等等啊，就这整套的这些设施。而且刚刚看到一个通知，从这个月的4月1号开始呢，这个公园实行24小时不闭馆。当然我相信啊，半夜3更到这边来的人应该也是没有的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开24小时，但这肯定是一个好的现象啊，就是让大家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进步。你看啊，这边有专门写的夜公园游园须知。这个公园应该里面还有很大的一片区域啊，但是我想这应该也差不多往回走了。现在呢，在这边啊，其实还远远没有逛完整个公园，留在以后再来吧。好，现在告别这个大的小湖啊，我们往这边回去了。再次路过这个叫汇英蓝屋的房子啊，因为刚刚看了介绍，对他有了一些新的认识，希望他有更多的机会啊，给这些需要帮忙的弱者以帮助，同时呢，能够慰藉一些有病的人们啊，给予心灵的慰藉。再一次经过这座花桥啊，现在向回去的方向行走。刚刚我就看到啊，这边呢还是有一个漂亮的海豚的雕塑，用的应该是不锈钢吧，擦的锃亮啊。这么一个小海豚还挺可爱。从这个清水的平台呢望过去啊，对面有一片花田。
这片水域的那头呢，是一些普通的民居，就像以前建的那种工人新村。但所处的位置呢，现在应该是绝佳，每天到公园里面可以来散步啊。这个雕塑啊很有意思，我以为是一个钢结构的塔，原来呢是一个有着很多房子模型的这么一个建筑结构。右侧这个草坪上一直站在马上面的公鸡。看到公园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雕塑啊，我还都没有走到跟前去观看。就这样在公园里面啊，在黄昏时分，吹着风，随意的走走，到处看看啊，应该也有个20-30分钟了啊，我觉得非常的惬意啊。只不过呢，就这种公园，我们也只能是偶然来一下。但是对于当地啊，就像住在对面的这些居民的来讲啊，就他们可以每天或者经常都可以到里面来闲逛。公园挺不错，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欢迎那些骑自行车的人随意的进入啊，因为这样的话呢，稍稍远一点的人他可以骑着车就进来了。但是呢，还是要遵守这边的一些规定，即便不能踩车进来，我觉得也没有关系。就像我今天啊，就是把单车放到了门口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，这也是我买的那个单车所第一次起到作用，非常不错的一次公园的闲逛。我觉得已经微微的走出了一些汗了，也起到了锻炼的作用。接下去呢，我还得要骑行10公里左右回家去，但是呢，这个路上应该是可以缓缓的、轻松的骑回去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就在闵行文化公园闲逛一圈，分享到这里，也希望大家呢发表一些你的意见啊，给予一些点评，或者是你也可以分享一下，在你的住所的周围有没有这样的绿地公园。我们下一次出行再见，谢谢大家的观赏和点赞，再见，拜拜。